Hello， 各位好，我是 T， 然后今天给大家更新一下 TeeMan 的 3.3， 也是一个大版本更新。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更新了一个大会儿啊 ，TeeMan 3D 导演台，就这个 3D 导演台。这个如果用过那个 Leap TV 或者说那个无线画布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比较有用的，可以把你脑海中的分镜、还有镜头、机位能很好的展示出来，然后让大模型了解的一个东西。因为很多机位和镜头、大场景构图、角色的走位，然后角色的姿势，这些东西你如果是全用那个语言描述，它不一定能很好的听得懂。然后用这个的话，就能非常好的给你一个参考。它是全3D，在这个应该在 ComfyUI 内是首家实现的啊，目前 ComfyUI 内唯一的一个 3D 导演台的插件。然后现在的话，你看见的这个就是 3D 导演台的一个应用。放心，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应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打开的话很简单，然后你再更新 TeeMan 到最新版，然后搜索 TeeMan 3D， 就可以打开 3D 导演台了啊，就可以打开 3D 导演台的这个节点，然后从这里使用，点这个按钮，打开 TeeMan 3D 导演台使用。然后进来以后，这个界面你就会有一个初始人物和一个初始的机位，角色 A 和那个机位 1。然后这个角色你可以通过右侧来改变它的站立、行走、跑步这些等姿势啊。我们现在随便选一个招手的姿势，然后现在如果要添加另一个人偶怎么办呢？添加另一个人偶，这里有一个添加按钮，可以选择你需要的。先添加一个女性人物，它会用粉色来表示，然后会比这个角色普通角色稍微的纤细一些。然后你可以通过3D 的轴向来改变它的站位啊，前后左右上下，一般来说它都是站在地面上的，暂时不用上下，前后左右。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位置，然后人物它可以旋转，点击这个旋转就可以通过这个 3D 导览球，你可以把人物向左旋转，面对这个人，面对角色 A 啊，然后这个 A 也让它旋转过去，然后你如果要换回移动，又把它让它接近一些，这样两个角色你就可以调整它两个角色的镜头，两个角色的站位。然后角色呢，你还可以在这边，你还可以根据每一个数据来调整它的具体动作，这个随你喜欢啊，随你喜欢。然后头部、手部，然后这个就你自己去调节。然后现在比如说这个镜头，然后我现在想要添加另外一个机位，我现在只有一个机位，这个我现在是导演视角啊，如果我要看我这个机位的镜头应该怎么看呢？我切换到机位视角，但是你发现你现在这个人物和这个机位的动作，因为我刚刚移动过去不匹配，然后我就在导演视角点一下这个机位，同样的这个机位就是摄影镜头啊，你可以根据这个轴向来调整摄影镜头，右边这里可以实时预览机位的画面，就是你摄像机拍到的画面。比如我想要一个近景，然后我就拉过来，想要一个近景 OK， 然后这个机位拍摄到的画面就是这样。如果我想要另外一个画面怎么办？我想要添加另一个机位来看一下另外的画面，这里有添加机位，当前视角就是你当前的导演视角啊，当前视角就是你当前的导演视角的位置，你添加以后，这里就会多一个镜头，就会多一个镜头，看见没有？这里就会多一个镜头来让你看一下你现在这个镜头的画面拍摄下来是这样，或者有一些预设的机位，比如说正面中景、正面特写、15度俯拍啊，我选一个低角度仰拍，看见没有？它就自动添加了一个低角度仰拍的镜头对着那个人物。现在我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把预览你想要的画面，就是你脑海中想象到的那个分镜是怎么样的，比如这个人物是怎么样的，应该怎样出现在镜头里，那你就可以通过 3D 导演台来非常好的展示你脑海中的一个想法。这边可以用对准主体快速的归位啊。把刚刚那个角，然后添加一个45度的俯拍，你看这个摄像机镜头就跑上面去了。然后这个东西有个然后如果你调整好了，比如说我现在我就想要这个2号机位的这个1号机位的镜头，
我先切换到机位视角，然后你可以选择比例，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做的照片或者图片或者准备生成的视频，一般来说就是16:9或者9:16，有没有？16:9或者9:16。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生成的都是16:9的，也就是说你摄像机看到的画面就是这个框里的画面，这就是一张标准的16:9的镜头。现在对准的这个画面就是我想要的画面。那现在我点一下，记住是在机位视角啊，可以调整你机位视角看到的画面。这个是2号机位看到的画面，这个是1号机位看到的画面。我点发送至画布，也就是截图发送到 ComfyUI 画布，就是指 ComfyUI。OK， 你这个镜头的画面马上就可以传送到 ComfyUI 里，也是一张16:9的画面，1280×720，16:9的画面。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张图来确定你的人物关系了。这张图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我想要回去打开更新其他的画面，我就重新打开这个 3D 导演台，因为你每一个画布里面不同的 3D 导演台的节点，比如这个打开是我刚才建立的这个我在这个节点里面建立的，它又是另外一个画面。也就是说你画布里面你可以保存多个 3D 导演台的节点，来创造多个分镜，这个就非常方便了。你可以保存你任何脑海中想象的分镜，因为一个分镜你不是说用一次就没了，比如说什么跨肩的分镜或者是一个荷兰脚的分镜，这个是可以多次使用的啊，也不是说你一个短片可能就一个分镜用完就没了，你可以多次使用同一个分镜啊，比如说跨肩轨，比如2个人对话，比如然后那个一个固定的镜头都可以使用。打开以后都是不同的站位，那么这个你可以自己创造啊。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第一个刚才使用的这个画面，这个时候我选择的是1号机位，是不是？现在我想看一下2号机位的效果，生图效果，我选择2号机位，同样的点击发送至画布，也就是说我拥有了2个，也就是说同样的动作和同样的姿势的人偶，但是是不同机位拍摄的那个照片，我就可以创造不同的图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个好，是选择哪个作为分镜来表达我的构思，表达我的角色的，然后视频也好，或者我现在这是第一步，然后如果我想回到导演视角，然后比如说这个角色 A， 然后摸了一下角色 B 的头，然后这个角色 B 要跑开了，打个比方啊，要跑开了，然后我们现在先把它旋转过来，然后动作选择跑步，然后这个时候我要表现一个远离的意思，现在就选择一个跨肩的分镜，然后添加一个机位，选择当前视角，然后这个机位3就是这个分镜了。然后我想调整一下这个镜头，选择机位3，选择移动，把它拉近一点。你看右侧啊，有石之玉来，它拉近一点，然后这样就表示一个女主角在被吓跑了这样一个情景，然后我就可以又通过这个分镜发送至 ComfyUI 画布，机位啊，发送至 ComfyUI 画布，然后我就可以继续，这是一个连续的镜头了。这个人先是第一个镜头，然后第二个镜头，这个角色 B 跑开，然后我就可以通过这张图又来生成下一个分镜，明白了吧？然后这个是一个示例，然后给大家用实例来讲解一下啊。比如第一个镜头，这个是我刚才创建的一个 3D 人偶的摆布，就这个，通过不同的机位来表现不同的场景，然后选择了这个，也就是这个生成这个，然后相应的提示词，实际上对应的提示词我放在这下面了，这是一个示例提示词。比如说你就根据这种写法，图1一般就是你的那个人偶的图，蓝色的人偶切换为图2的角色，粉色的人偶切换为图3的角色，然后双方怎么样，然后通过这样的提示词，通过 GPT Image 2，通过这张图就可以生出这样的图。因为我是参考了角色1和角色2，把它放进去，也就是这样，让镜头角度和人物在场景中的站位关系按照图1，也就是这样的，这是图1，是一个人偶的 3D 导演台设定图，然后图2是这个人物，图2是这个人物，图3是这个人物，双方在城市街道对战，图3的人物快速向图2人物奔跑，然后你就得到了这张图，然后这就是第二个分镜。之前得到的第一个分镜是这样，
涂粉色人偶快速奔向蓝色人偶，然后就得到这个。然后这是图2的分镜角度。然后这两边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用那个本地，因为这个图实际上你不仅那个在线用 GPT-Image 2可以用，你本地 Z-Image 或者 Co-Image 也可以用，特别是 Co-In， 特别是千问啊，那个是一个多图参考的，你更可以用，就是用来做角色的站位参考。这是用 Z-Image 的 ControlNet 生成的一张图，做一个示例。看见没有？做一个示例，首先把这个图转成那个深度图，然后一句话，图灵生出一个身穿汉服女人左侧，然后它就生成了这张图。它的效果，本地的效果肯定没有开源的好，这是我做一个示例。但是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生成你脑海中想要的角色、想要的角度，然后你再来修改，这就比你慢慢的和那个给大模型一点点说来表现你的镜头要倾斜多少度，镜头什么样的荷兰角，这样的表现力就完全就会比你说的表现力要好得多。然后这个是 Z-Image 生成的，然后还有这个也是通过第3个摆布形成的一个画面。我想要的是它是一个电影的，比如说我一个短片的预告片或者结束镜头，需要一个角色的站位，然后我就生成了这样一张图。然后我让这个 GPT-Image， 这是一张科幻风的电影海报，参考图1，也就是这个蓝色人偶是哪个？蓝色人偶我需要排布第1的是这个，然后第2的是这个，第3的是这个，然后依次蓝色人偶是图1、图2，粉色人偶是图3，黄色人偶是图4，然后它就按照我的排布和站位把这张图生成出来了，然后你就得到了一张你想要的分镜、想要的站位的海报。如果你光用语言去给 GPT 描述，我要这个站第1个，那个站第2个，那个站第3个，然后距离等宽，然后依次排布，这样它就不一定有这样来的清晰。这个动作还算简单的，所以它很参考。如果你是一些难度较大的动作，比如说我需要第1个人物是站立姿势，然后第3个人物是跑动的姿势，那这个可能大模型如果你光给它说就很难理解。就是如果我用 3D 导演台，我把第3个人物改成跑步的姿势，然后我再让它旋转一点，这样更能看清楚，然后我再发给大模型，我把这个图再发给大模型。如果我把这张图再发给大模型，那它就可以更能很好的理解我的话，然后生成我想要的画面，明白了没有？就是这样用的。然后这个呢，不仅可以用来生图，也可以用和那个视频模型来辅助创造一个视频。然后我也做了一个视频的示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也是刚才那几个人物，刚才那3个人物，还有刚才那几个分镜头，我是这样描述给大模型的，就是生成一个科幻电影的动作预告片，0到5秒，参考这张图的人物站位，粉色人偶替换为图1，蓝色人偶替换为图2，然后图1的人物快速冲向图2的人物，攻击的瞬间画面进入子弹时间，然后切换另一个镜头，然后这样又参考，然后这个工作流我会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就自己去看，然后根据你的需要自己修改，然后想完成你脑海中的想法，然后最后的就是参考这个的3个人物人偶站位和镜头角度，人物依次炫酷的进入画面，按照这个站位站好，然后看一下这个最后它生成是什么样。OK， 它生成出来就是这样。然后我给大家建议是，因为我这个是为了那个测试它对于这种参考镜头的一个上限，所以我用了3张参考。但是我建议大家在一个视频里面就不要同时使用这么多的 3D 导演台的人偶参考，因为太多的话，那个大模型也不是很好识别。实际上你用1张，我觉得用1张是最好的，你就表现一个场景，然后一个人物对战关系，一个分景，然后后面的就让大模型发挥就可以了。比如第1张，你看这个它冲过去的我就说粉色人偶像这样冲过去，它的分镜还有动作是完全按照这个来的啊。但是如果到第2章的时候，就稍微它虽然也是这样冲过来，但是这个人物他理解的就是人物出现在这边，在后面。并且最后的话，它是3个站位，没有完全按照这种。所以说，如果你是使用单个的哈，这个我测试过，如果你是使用单张的这种参考图的话，它就比较能很好的遵守。然后这个呢，我也会这个工作流我就会放到那个放到评论区，然后大家自己领取啊下载。然后再说一下刚才这个
3D 导演台的一些其他功能。除了移动以外，这里还有一个加入资产库功能，这就是 TeamMan 插件拥有的一项资产库功能。你可以把那个所有的你需要的资产，无论是提示词，这里有提示词啊，便捷的加入提示词，还有人物，你想要什么人物，装机一下，你就可以快捷的添加进来。包括 3D 导演台，刚才点击了加入，然后你就可以把那张图加入到这里，然后你就可以下次更好的应用。然后这些全部一点一下就收回去了，并且都是可以随时移动的，这个就是 TeamMan 的便捷之处。OK， 谢谢各位。